相信看过《藏海传》这段剧情的都在哭，而唯独看过《盗墓笔记》的观众却在笑。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鸡爸爸！我是智奴，鸡爸爸，我是智奴啊，鸡爸爸！起初，藏海等人刚为皇家修完陵墓，可下一秒便被拉去一同陪葬。于是他们便开始在墓室中寻找逃生机关。但就在众人刚合力砸开连接墓门的引线时，结果很多人却被乱箭射中，当场而亡。最后也只有藏海和鸡群活了下来。随后，鸡群用身体扛住木门，把活命的机会留给了藏海。然而，这本该是生离死别的悲情一刻，无数稻米却在藏海口中那一声声鸡伯伯中脑洞大开，心想这不就是《盗墓笔记》中的野鸡伯伯吗？不然远古时期的黑毛蛇再怎么进化，也肯定不会和野鸡脖子产生丝毫联系。他呀，整天缠着我，要和你一起进山，学习你那套观山看岭的本事。都知道鸡群不仅是藏海父亲蒯夺的至交好友，对幼时的藏海也是关怀备至，那他改造个宠物纪念一下也实属应该。不过吴邪和张起灵等人可被这玩意害惨。众所周知，野鸡脖子不仅会模仿人说话，并且毒性极强，战斗力也不容小觑。稻米们都知道三叔笔下无女主，而唯一有可能当上女主的阿尼，却在蛇爪鬼城时被其突袭后当场丧命，甚至就连强如神明的小哥张起灵，被他咬了一口后也要及时去打血清。看来南派三叔之所以不填坑，原来是等着郑晓龙导演来给他填。像当初吴邪等人进入汪藏海的西沙海底假墓，结果却发现这偌大的海底墓穴怎会一滴水都渗不进来？而《藏海传》也是借解决陵墓渗水为例，将这问题给解释得明明白白。若用来造墓，则是1份石灰加3份河沙黄土，再用糯青米和匀一起拌上桐油、鱼油，再用澄清的石灰水加入纸巾去涂抹，这就是3合土，过多少年就不会再透水。而汪藏海就是根据这项技术，才能让自己的海底假墓几百年后依旧能霍霍吴邪以及当年西沙考古队伍。再者就是香案图的地盘整合，也就是《盗墓笔记》星月饭店的前身，这可是将愣头青吴邪坑的最惨的地方。单是点了一盏天灯，就差点烧光吴家老本。这饭店已经很久没人敢点这盏天灯了，你算是给你们老吴家长脸了。可是威风一时，恐怕你们老吴家这次要被你这盏败家灯给烧光了。而看过盗笔的朋友可能都注意到一个小细节，那就是星月饭店拍卖会开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准来回走动，而这就是因为当初藏海在枕楼当中坐上朱雀头，也就是点天灯的位置后，却突然逃跑成功逃单，而香案图也由此发现了这一漏洞。此后枕楼便有了这个不成文的规矩。还有就是星月饭店的听奴，不仅来历神秘，并且耳力极佳。而《藏海传》中的小智被烫伤嗓子后，香案图却给藏海说了一句：“你不用管了，这姑娘只能收下了。他嫂子玄慧在这里还能安身立命吗？这你不必担心，枕楼自会安顿好的。”所以小智很可能就是听奴的前身，这也是为何星月饭店的听奴耳力极佳，但平时不怎么说话的缘由。而最后一个则是云顶天宫，当年其父亲蒯夺奉命在东夏修建风扇台。根据剧中场景，那里极其寒冷，那东夏应该就是现在的东北，而这风扇台应该便是云顶天宫的原身。当初其父亲蒯夺修建的风扇台意外倒塌，藏海肯定在原来的基础上，将父亲生前最失败的作品改成自己最得意的代表作，将山东鲁王宫、广西卧佛塔、西沙海底以及新疆塔木陀等地组成一张形似巨龙的风水宝地。不过如今在吴邪的带领下，基本已经被霍霍的差不多了。但藏海不仅精通堪舆和纵横之术，放在现在应该也是妥妥的宠物博主。像浑身散发着香味、有助眠功效的静火，即使长得不怎么美，但也一白遮三丑。请抱住我。还有可爱的吃骨寄生的大猩猩，但是与生俱来的模仿力就绝对不比现在任何宠物差。而其他大型动物像蛇母、煮酒鹰等各种能上蹿下跳的奇葩动物，放在现在绝对是妥妥的宠物博主。最后说一点，以上所有分析内容皆为娱乐，如有雷同那也纯属巧合。我是温彤，咱们下期再见。不对，怎么了？最后再给稻米们听一遍鸡伯伯吧。鸡爸爸，我是智奴，鸡爸爸，我是智奴啊，鸡爸爸。